Hello， 大家好。2020年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年，不仅地球不消停，各种天文现象也层出不穷。在今年一年里，就会出现2次日食和4次月食。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1次日全食、1次日环食，还有4次半影月食。尤其是其中这3个，6月5日的半影月食，6月21日的日环食和7月5日的再一次的半影月食，这3次日食月食都集中发生在1个月里，对地球和我们人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日食有点复杂，我们下集再说。今天主要聊聊月食，尤其是北京时间6月5日夜里，也就是6月6日凌晨所发生的半影月食对我们的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的影响。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我现在用一句话介绍一下我的频道。我的频道是关于灵性的觉醒和成长，对未知的非物质领域和未来的探索，以及对我们人类大脑的潜能的探究和挖掘的。如果你也是同道中人，欢迎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好，说回月食。月食主要分3种，月全食、月偏食和半影月食。月全食和月偏食大家都很了解了，这里我主要介绍一下平常不怎么被常提到的半影月食。其实只要了解了什么是本影和半影，不用我解释，大家就明白什么是半影月食了。看图，这是一个平面示意图，红太阳、蓝地球、黄月亮。由于光的直线传播，太阳与地球产生了切线，于是在切线之间，地球的影子所形成的黑暗区域就是本影。由于太阳的体积比地球大得多，太阳的边缘对于地球来说就像一圈灯一样，跟无影灯是同一个原理。太阳边缘部分的光线对地球分别形成了相叠而不重合的影子，这个半明半暗的地球的影子就是半影。 OK， 终于说到月球了，看图一目了然。如果月球完全在本影里，就是月全食，月亮完全被地球的影子覆盖，一部分在本影里就是月偏食，在半影里的就是半影月食。我在这里说一下有图出现的时间点和不同的讨论点，我会在下面的说明栏里放时间标，下次再看的时候直接点时间标，影片就会自动跳到要看的位置。说到6月5日的半影月食，从3维物质层面上来讲，这次月食是很温柔的，对我们肉体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从更高的维度，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灵性世界来讲，这是一次事半功倍的清理内在自我，清除内在的负面情绪，提高灵性和频率，与宇宙集体意识沟通的绝佳机会。你可能会说，哎呦喂，谁还没见过日食月食，看都看过 N 次了，没什么感觉。那我想知道，以前你看月食的时候关注点在哪里？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这是我在2014年4月15日拍的月偏食。那次看月食的时候，我关注点只有一个，就是拍几张好照片。当时的我就简单的认为日食月食就是一种自然现象，这在课本里解释的清清楚楚了，就是3个星体转到某个特定的角度的时候，一个挡了另一个的光。完了，这种烙印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烙在我的脑子里了，直到我后来灵性觉醒，才意识到宇宙如此之大，我们人类用肉眼看到的部分是宇宙中频率最低的部分，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是什么理由让你点进来看我这支影片呢？关于月食的影片在网上很多，为什么你就点进来看我这支影片呢？我的影片被你看到，难道是一种巧合，是一种侥幸吗？是不是你当时瞬间的决定？你仔细想想，自己也说不清楚呢。爱因斯坦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侥幸这回事，最偶然的意外似乎也都是有
必然性的。其实你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是你的潜意识意识的显化。大脑是人体最神秘的器官，到目前为止，物质界的科学也不能解释大脑的全部。既然你的潜意识引导你来到这里，就一定有发生的意义。所以只要能放下物质世界固有的一些思维和理念，也许你会发现或者领悟到更多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说回到月食，从潮汐现象就可以看出，日月对地球上水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每当日食月食的这个发生的时间段里，最好不要吃东西，不要喝水，最好也不要在日食月食发生之前剩余食物，因为日食月食会加速水的变化，这种食物吃下去以后会对人体产生一些毒素。也许你会说，以前日食月食发生的时候你也吃喝没什么感觉。这么说吧，没有人会因为抽一根烟就得肺癌的。北京时间6月5日的半影月食对人的身体总的来说影响不大，最佳度过的办法是安静的休息，放下一切想法，轻松自在的冥想。冥想音乐的视频可以点这里，我也放在了说明栏里。古人云，吸收日月之精华，6月5日夜里的半影月食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吸收月之精华的时刻。这次月食的能量会激发地球上水晶矿和水晶中的能量，同时连接其他维度空间的通道也会被打开。只要我们能放下物质世界的一些欲望，放下物质为基础的一些观念，放下一切为了适应物质世界的价值观的，对自我的进行各种包装，敞开自己的内心，面对真实的自我，让我们内在的灵性，或者 KFK 说的魂，自由自在地接受来自宇宙的能量，就能够提高我们自身的频率，疗愈我们自己的精神。频率越高，人活得越祥和，越自在，头脑越清晰，越有创造力。水晶的能量和来自高维的这种高频能量会有效地帮我们去除积存在内心深处的负面情绪，比如焦虑、抑郁、恐惧、担忧、孤独、后悔、嫉妒、愤怒等等。当我们的内心没有这些焦虑、抑郁、恐惧等等这种低频的负能量的时候，整个人的肉身还有精神会有很大的改善，这是我的亲身感受。整个人都有了一种生机，走在每天都走过的路上，看到了很多以前视而不见的东西，眼睛、耳朵、头脑还有身上的一些感官忽然就变得灵敏起来了。如果你也有焦虑、忧郁、担心、恐惧等等，每天都在那里隐隐发作，但是又挥之不去的这些负面情绪，不妨试试我说的办法，抓住这次疗愈自己精神的好机会。刚才我说到，面对真实的自我，是指放下过去的自我，不用评判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的对错，也不用对以前犯的错误表示后悔、纠结或者耿耿于怀。最简单直接的放下的办法就是告诉自己，以前的事已经过去了，从今天开始我要升级进入下一个阶段了。这时候你的大脑就会把你这个信息告诉给你的潜意识，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你的行为、你的思维在慢慢的改变，真的是会这样的。只有当我们放下一些东西的时候，才能腾出空间让新的东西进来。对于那些灵性已经觉醒的小伙伴们，
6月5日夜里的月食，那个时候高维空间通道也打开，是一个与高维意识沟通的好机会。有机缘的话，甚至可以连接到阿卡西记录。总之，那些希望想提高内在精神信仰的小伙伴们，能够好好把握这次高效提升的机会。我等你们的好消息。未来人 KFK 曾经留给我们一个忠告，他说，如果能在2019年就学会把专注从物质转入精神信仰，到2048年到2060年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 KFK 的完整留言记录的影片链接我也放在说明栏里，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我总结了他所有的留言，大概400多条吧。6月21日的日环食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比较大，下集我会具体的说有哪些影响和注意事项。别忘了开订阅和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下期。好，下次见，拜拜。